宋怀贵，中国最早的时尚教母，跨国婚姻实践者，她的朋友圈可谓惊人。姜文、张艺谋、巩俐、尊龙、崔健等一众明星都是她的朋友。7月，全球首个宋怀贵回顾展落地香港。他50年代考取了中央美术学院的油画，跟董希文老师、沈从文在学习，邻居就是这个黄永玉。大学的第2年就遇见了他后来的先生，保加利亚的留学生万曼。老师就不同意，批评他说你不能跟这个外国人有一些关系，他们有一些秘密的信号。妈妈梳了2个辫子就不能见面，梳1个辫子就能见面。49年以后还没有这种涉外的婚姻，什么机构也都不敢批准，他就鼓起勇气写了一封信给周恩来，之后周恩来就回了很温暖的一封信，他们就拿着这封信拿结婚证。70年代的时候在巴黎就定居了，基本上是靠卖自己的作品为生的。他很艰苦，特别勇敢。我2岁的时候还得了一个小儿麻痹，他就开始学了中医，就是为了帮我恢复。1980年回到了中国，在天坛把皮尔卡丹服装的展示商店给开了。每个人过年都想要有一套皮尔卡丹的，它实际上是构成了整个80年代的这个中国服装文化非常重要的一环。首次将时尚概念和外国品牌引入国内的宋怀贵，也因此被誉为中国最早的时尚教母。1981年的时候，在北京饭店做了第一个由中国人诠释的皮尔卡丹的服装秀，无形当中造就了第一批的中国模特儿。跑到什刹海体校，到街上拦下来这些个子高的女孩，训练了2个月到3个月。85年的时候，挑了8个她最喜欢的模特儿。第一次中国女性站在了巴黎的高级时装周的舞台上，代表了一种现代的女性，但是男女都一样这样的一个条条框框里面走了出来。她不仅把自己成就成了一个很完美、很杰出的女性，为很多的女性的生活带来了改变。时尚之外，宋怀贵也致力于促成中西方在文化、生活方式、商业方面的交流。83年的时候，在北京帮助皮尔卡丹开了马克西姆。姜文、张艺谋、巩俐、刘晓庆、尊龙经常做一些晚会。兰德龙在马克西姆也过了50岁，崔健第一次演出就在那里。这个餐厅实际上很快成为一个中国的艺术家跟外部能交流的地方。他确实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人，把大家全部拢在一起。你包括我们昆汀塔伦蒂诺认识姜文什么的，都是在马克西姆这个地方。贝托鲁奇在拍摄《末代皇帝》的时候，觉得宋怀贵你一定要来演绎隆裕皇后。He cannot have a wet nurse anymore.到了90年代，慢慢明白，就是中国它不是西方，学习西方不能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西方。这个时候，他就激发了一个想法，重新发现我们文化的价值。五朝霓裳表演集唐、宋、元、明清服装、民间舞蹈、少林功夫于一体，塑造了一个新的多元文化的世界主义的中国形象。所以表面上我说这个展览不光是关于宋怀贵，实际上是谈论的是就中国这种传统的社会，女性如何重新获得自己的解放，如何蜕变成为一个当代的女性。你可以看到围绕她这个人，在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一些人，看到整个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后的视觉文化的一个变化。我最希望观众是能够感觉到宋怀贵和这一代人的他们的能量，在一个很艰难、很封闭或者几乎很不可能的情况下，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。